出啊！有嘅出啊，出啊！喂，对头还都有，鬥快搶喎，還是卷算法，而不是會啊，不是硬鍵盤。黐住，哇，黐住呢邊，我們的 OMC 貼紙，你擋住晒，唉，都看不到啊。嗱，把這眼睛哎呀封印了。激光雷達肯定是看不到的。看看圓融啟星這套的純視覺系統，少了激光雷達，體驗到底有哪些是落差的，哪些是保持一致的？出發之前記得一鍵三連，還有關注我們智能車研究所，還有更多的自駕實測等着你。喂，唔好搞啦，走啦，走啦，你就知道點樣。開始啟動自駕。咚！嗱，大家厲害啦，牌面啦！你還要在一個臨停的車旁邊偏移了激活啊！全網首試圓融的啊，現在還在內測的純視覺的自駕端到端版本，而且我們物理給了個外掛遮住它激光雷達，對對，確保真的是沒有激光雷達參與的啊，所以大家是不是先給個一鍵三連支持一下？好，不容易啊。然後有一個細節啊，剛剛跟工程師交流的說，純視覺的，因為它的算力或者是感知要保證看到這些車啊那些障礙物的輪廓，所以這些車那些燈的信息是在這裡是不渲染的，就沒有了轉向燈啊以及這種剎車燈的這個信息的，所以很明顯模型都是有變化的。好，我們先看一下第一個難點來了。是的，第一個難點，它能不能跟剛才激光雷達的版本一樣走對路線呢？哎，好像有攔車，好像，哎呀，好像，哎呀，對，可能就是因為剛才工程師說的那個關係啊，激光雷達它是可以比較遠就做出規劃的，純視覺就很近才做出規劃，所以來到這裡就可能太近就沒能察覺出來這一個迷惑的橋洞。好，我們就來到大橋灣了。所以說人話就是有激光雷達確實是看得更遠，純視覺比起激光雷達相對來說就有點近視，但是它會對近處的各種物體的反應會更快一點，所以現在兩個系統是有好有不好啊。所以純視覺可能中低速博弈能力並不差，對，但是就遠處的就是規劃啊，對走錯路啊這種啊，預判性可能會沒有激光雷達那麼好啊，但因為現在這個版本真的是一個很早期的測試版本了，其實圓融他們自己在做，我覺得他們是在做技術上面的一個驗證。你看很明顯，我要幫他一下，對啊，他就沒今天激光雷達版本出來了這麼自信、這麼果斷的，那就觀察要等。我這裡就共駕了一下，可能真的這種複雜路口需要你更多的去共駕，給他信心。好，然後再說一下，可能今天我們上午測得太狠了。這個儀表已經鬆，所以這夸夸夸的聲音大家忽略掉啊，理解啊。這是一台實驗車，這是一台實驗車，不要理會這些東西啊，不要接這些。對，我們回到自駕方面，我們看到自駕的表現啊。現在呢，我們在一條輔道旁邊，因為旁邊是左邊是長實線，然後前方呢有個三輪車跟自行車一直在慢行。但好處是它沒有跨實線超車。對，這個端位是守得住底線的，因為那台三輪車那個電三輪是壓着實線在走的。如果我們即使要壓實線，也等於是整個是跨過去了，包括這個違章了。是這個自行車，我不壓實線也其實超不太過去。這裡他就我就揪回一點了。駕駛已暫停。我就揪回來了。剛才有一個違章接管了啊，但是好處就是你看跟上午一樣的，我。剛才那一下救了一下之後，我不用再就撥那個撥桿，它自己就恢復了，對，它就恢復了。好，現在它還是給大家看一下變道風格還是較標準，對，但顯然沒有上午的繞行這麼果斷。對，它現在就比較保守的跟在那個電三輪的後面啊，旁邊的車插進來 ，OK， 好的，中低速的博弈倒是沒太大問題，對，是。因為圓融的 CEO 周光啊，在最近一次採訪裡面也聊到這個視覺，他就說以前呢，攝像頭跟激光雷達的那個
差异可能是差得很明显的。那所以有激光雷达的自驾系统会好很多。但现在摄像头因为技术上面已经进步了嘛，所以就是等于说用摄像头可能97分，用激光雷达98分，那你这就花了一笔钱一笔成本升级激光雷达带来的收益不是太明显，所以他们也在探索着，那是不是也做一个纯视觉的版本出来。好，这边它所以规划的路线确实是近一点。但是有一点我要说明啊，因为这台车它上面的摄像头是基于那种有激光雷达的自驾系统去布局的，就是普通的摄像头。而现在用视觉系统的，比如说小鹏，他用的那个是 Lofic， 就是一个宽容度更高的摄像头，所以那个本质上是有点不一样的。好，先看一下张好湾，我先看看它表现。对，这个倒是没问题。车控啊，那些感知啊，让人家过。其实这个我看到的时候，确实这个窗口期就太什么了。对，它就是留给对方的空间不够了，所以我要帮他一下。这里有一个效率共驾了。效率共驾就是我们为了不影响交通通行效率，该接管的时候就要接管一下。好，再启动它。等 logo 来了，等这个 logo 要等它的 logo。可以了。闪了一下。可能这个路就开放性的路口，它其实系统会脑补一个行车线，所以你得在它至少脑补的行车线内才能够激活，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刚才激活的那个时机也是挺黑的，对方有个车我就激活了，但他刹的也算稳，对，他 OK。好，这边就是真的一个考验了，因为外面是很亮的，现在是大中午的，外面的光线很强，然后进入到这里呢很暗，然后马上前面又很亮了。已经是纯视觉，看见阴影啊、光变化还好。好，这边就是一个窄路口了。是的，但是它没有这里不要因为我看到这个车了，我看到这个，对，这要防御型驾驶了。是你刹的？我刹的，必须的。对，因为我已经看到那个车了，那个车要出来了。对，因为现在这台车啊，它是一个测试车，它运行的这条版本是测试版本，那所以对于速度呢，他们是能往上顶就往上顶的。真的是往上顶就往上顶。来，你帮我扫一下。对于这个台感的识别也是没有激光雷达版本好。是很明显，你的预期就是它能刹住的预期。不，我的预期是看一下它能不能刹住。哇，那下我有点吓到了。NOA 已激活。其实接你上面那个话题啊，从技术的理论来说，确实现在摄像头跟激光雷达本质上可能差距没有之前那么大，但确实的是，第一个是布局，它这个的布局是本身有激光雷达的，所以它的摄像头本身不是按纯视觉的去布。对。然后第二是有可能现在的模型跟算法只是刚好有一个纯视觉的版本，但没有说按纯视觉一开始去打磨。对。所以更多的还是卷算法，而不是不是有点哇，刺激好多。我不确定能不能过刚才，但是我有点担心。对，大哥，我对的那个角度，拉，哇，2次这个叫什么安全共驾的接管，哇，再启动。而且它都不能匀速启动，所以这个版本真的是一个很早期的内测版本。是的，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圆融测试工程师的一天。本来吃完中午饭饭气攻心，现在醒了，帮你提一下神了。好，这一段路呢，我们刚才经过一个五把坡的左拐之后，就来到一段也是地上没有划线的，而且两边都有临停车辆的路。你看这里它就脑补出一些分隔线出来了，其实地上是没有的。地上那个没有这个黄线，它脑补出来。哇，这个距离比上午也是近了好多。而且刚才我觉得它有点防御性的，也是就是有一个人呢，马上就往左边打一点，也先不管那个人是不是要出来的。确实，我感觉比上午我们测的那个版本更加激进一点。所以，与其说激进，还真的不如说上午那个是像老司机一样，就看得更远，规划得更早。对，整体是稳的。这个就是可能杀到眼前那些事件，它才有一些临时的见招拆招这种。对。
好，这里是一个右拐，然后呢，右拐之后就一个，马上接下来是个左拐了。好，这一块遇到的事件没上午这么，他发起了一个，这里有个国安导航走了。他其实是有那个规划对，他发起了变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取消了。我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其实应该可以零速，它这有个 NOA 试一下啊。NOA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刚刚可能是没有达到启动的条件，应该没有在他那个行车线内。他要至少脑补出一个行车线，然后你要在他脑补的那个线内。对，就如果是在他脑补的线的中间的话，他就拒绝启动。而且从SR 这个渲染画面能看到啊，它渲染的距离就没有激光雷达那个那么远。是，好，我们一个左拐进入到比较正常的城市路段。好，我就默认大家已经看过我们上一个片子了，所以就不做太多的讲解了。所以这里如果没看过的同学，记得点进主页，对，翻看上一条就可以有个很直观的对比了。一样的路线，一样的车，同一天，两个系统有激光雷达跟没激光雷达的测试，表现真的是。这个马上能看出这个提速是因为测试车的关系啊，这台车是只要这条路的限速允许，它就会尽可能跑到顶的限速，甚至都多了一点点。你看我们现在是没有偏是零的，对它默认就会自己加一点的，所以我把它减一点吧。很中国式老司机啊，不是这个，我跟他们工程师聊过，他们说是为了测试他们这个系统的极限。所以每回就会在速度上面尽可能的去顶着限速来走。所以这个系统，比如说是圆融作为供应商给到一个出版原味的版本，那给到长城啊，或者是给到 Smart 那边，他们再会有一个重新的匹配，或者是校对，或者是验证。所以他们说自研的话，可能就把这些比如说验证的一些工程版的细节给修掉，我就是按导航走了，我不要加这个速度了，等等。好，这里我们就右拐，它提前规划好路线了，这些都没问题了。变道是没问题的。对，这些因为毕竟都是同一个模型版本出来的，所以一些基础的能力是没有差异的。就根据导航的走的路线倒是没太大的差异啊，包括处理这个隔离带也是一点犹豫都没有，没问题了，挺好的，过了，挺好的这个啊。然后我们可以提前把2号点给剪掉了，帮我一下。掉完头线啊，我怕影响这个。剪掉之后，它从这边右拐，那就麻烦。应该不会吧？来看一下这个掉头啊，前面呢就是一个掉头加上控制灯号的叠加的考点。所以这里就看一下，第一个，这是一个不是那么典型的红灯，看它能不能识别，然后就掉头。前方掉头了，它告诉我了。上午呢掉的是绿灯，所以直接就过。现在加难度是红灯，它识别出来了。对，识别出来了。杀的是他杀的，他杀的。他其实识别出来，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到这里突然这条刹车线应该是他应该是没有看到这个线，对，脑补出来，这里应该停了，就赶紧刹。对，所以就可能对于这条系统来说，这条线突然出现的，它就有个突然刹车。所以这个不怪什么纯视觉看不看到 ，SR 早就有这个红灯的渲染。哇，100多秒这个红灯，不一定准，不一定准。印象中好像没这么长啊。看一下吧。现在掉头是智驾的一个难点呢，就是因为智驾系统的就最好的感知元件都是在前方的，而掉头的话呢，你要看一下，就侧面的左前方啊，包括侧方啊这些交通参与者。那所以如果没有办法把一个鸟瞰图就 BEV 的一个整个图像脑补好的话，那掉头是挺难的。所以人开车掉头是可以这样不断的对，你可以扭头。自驾呢是脑子后面也有一些侧视跟后视，但是没有前视这么高清这么高像素。对，所以马上转绿确实是个难点。好，所以这个是不准的，不准但没关系，没关系，它视觉的感知这里有个阿叔哦。这个掉头好像比上午那个快一点点。是哦，好像快一点点哦。而且刚才他也没有被那个阿叔影响到，因为他判断阿叔不在我们行走轨迹之内。取消，减
对，这里我们为了要让每台车都走完我们这条13公里长30个考验路口的路线啊，会设一个途经点，然后这个途经点有时候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动作，对，影响一些变道和车道的选择。对，但我发现纯视觉的系统，它的恢复会比上午那个要快，是，包括删途经点，它完全没有降级，直接就按照新的路线保持 NOA 这个系统。所以有可能就是算力的分配了。是哦，就反正芯片算力本身就是这么多，像个蛋糕一样，是切蛋糕怎么去分？对，少了激光雷达呢，确实看少了一点东西，但是可能也解放了一部分的算力，去干别的事情。对，因为激光雷达的信号跟视觉摄像头的信号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一般要做一个有做前融合有做后融合的，那现在大趋势大家都是前融合了。那前融合的话，其实就要占一点算力，就要把激光雷达的信号跟摄像头信号把它融合在一起。那现在取消了激光雷达之后呢，就有点富余的算力，但是因为它看得不够远，所以就处理附近的东西呢，又占用了更多的算力，就一样的其实。好，这里就是一个左拐了，这个应该没问题了，这些都很基础的东西了。左拐，按导航走呢，它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发现有可能是附近的一些临时情况会影响他的决策。如果是拐着拐着突然有人杀出来，这些就是要考验他的看点了。对，所以为什么五保库左拐也是自驾行业的一个难点，就是因为五保库左拐你要处理很多临时的情况。你的对象了，这里没有减速，我要减一下，有一点鬼探头了。对，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鬼探头，这里我防御性要减点速。其实是有的。哦，就刚才那个是车的鬼探头还好，就怕人的鬼探头。所以很多以前规控的系统都会说过这种无保护的路口，它自动默认会做一个减速。对，是的，要反向匹配一些像防御性驾驶的事情。对。但刚才也是这个测试版本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不要用以往我们看那些量产车的那个标准来看这台车啊，因为在测试版本里面他们是故意抑制了这种减速的，就是只要路允许你走这个速度，他就顶着那个速度来走。别说抑制减速，甚至是允许它加速，你给我冲就是要看你这些表现。对对，就是看一些极限一点的反应。啊！但是因为我不是他们的测试工程师啊，我不是他们安全员的时候，我不管了，我自己觉得心宽，我就先把它制止，先把它控制住，安全第一。反正所有的现在 L2几的，你就是负责人呢，你要为自己负责。对，该接管你要接。所以大家平常用自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发现有什么需要接管的状况，不要犹豫。啊，我们这现在走了个最左侧车道啊，接下来还要去最右侧右拐，也是加了难度。他知道了，但是因为车流现在有点大，所以看他能不能来得及啊。他再发起了一个有个空隙啊，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呼啦啦，可以的啊。其实中低速的博弈它倒不差，对。然后这边临场反应还是 OK 的，好，没问题。整个过程也很顺，对，道连续变了2个道嘛。你看这边有个并行的但是没问题，他跟我们不会有汇合的。所以你看，作为一个司机的这种意识啊，我就会有很多的提前的观察量，是吧？看看其他社会车流啊，参与者的这个动向，还是要多观察。所以自驾系统也不能太敏感，是一惊一乍也不爽。现在端到端的话就没办法，如果真的等 VLA 上车了，其实就像刚才那种情况，你可以跟他说，小心右前方的车。那在 VLA 的这种技术范式下面是可以的，你是可以提醒他的。再来个 AI 的语言，我看到了，没事，能过的。哇，那就很安心。对。所以现在用端到端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多点把注意力放在路上面。我们现在国内的自驾系统都是通过方向盘检测来让大家不要把注意力分开的。然后只有特斯拉是做的比较极致一点，他们是通过摄像头，就是你的眼睛如果长时间不放在路上，哪怕你的手一直搭在方向盘上面也不行的，它也会提醒你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特斯拉那个虽然是有点烦啊，但安全的话它是真的安全。好，这边我们马上要通过这个环岛了。那个蓝条在飘了。现在其实有减速的规划是没问题。对，这个环岛也是，它不是一个标准的环岛，而且中间的交通灯也是一个临时信号灯，那所以也是2个难点的叠加。好，现在灯号识别是没问题了。我们待会儿就看一下它走环岛的路线，还有对环岛的识别了。你看上午那一趟，我清晰记得是有一个灰色的环岛轮廓的。对，现在纯视觉少了激光雷达，就少渲染了，只是渲染少了，但不一定说他没看到。其实有一点的，有一点那个它不大确定。对，它不大确定，有看到一点，可见一斑的在。有一条小小的轮廓，因为现在大中午啊，光线很强，就我们看肯定知道哦，那个是一些环岛下面有些石墩一个圆形画起来，但是在摄像头里面可能它不是那么明显。这个真的挺考验这台车的。如果参照社会车辆，它有的人就走环岛，有的不走，是很迷惑的。它那个雪糕筒也在飘，也在飘。绿灯了，看一下啊，它向右前方规划这个路线看来是正确的，然后但是我们左方有来了一个没事，它减速了，它减速，我们就过去了。路径也是对的，对，路径是对的。好，我们是要去右前方，拐多了一点，来，我进小区了，对，进小区了。它这个路线可能，打你睇漏，我不买楼是不是？所以真的。现在这么用下来，发现确实好几套那些纯视觉的系统，它博弈什么不差，就是容易走错路。现在也大概交流了一番，大概知道这个原理是在哪。确实就是看得不够远。对，就是然后它的算力或者是注意力都放在中低速这种近距离的博弈啊跟感知上。老人家都说嘛，人无远虑就必有近忧啊，还得是你啊，老人家。好，这边我们是接管了，所以没让他管。对，这里这个路线选择对了，这条小路。好，这里我们就进入到一条真的难度是很高的，这是一个因为施工临时被逼改出来的小道，应该就在这里颠散了这个支架。对，有可能。你挑的这个路太难了。而且纯视觉这里有个考点，就是它这种高低的上下坡度很大，所以也是有一个盲区的。哇，因为开得好慢的。对，他在纠结要不要过那个拐，要不要绕行。对，他已经把这个电三轮给标出来了。刚才是在他们是要下车看你不肯过，对，就绕过去了啊。OK， 过了之后就加速了，他又要顶着限速来走了。哇，这里限速是他自己，你已经减了5公里给他，不然他又要开40。对，减了5公里是35，但幸好拐弯他会减一点。好像上午进弯前的减速更充分，是不是因为你减的那还是你减的那5公里？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我们就看一下最后末尾的那个弯就知道。他怎么躲对面的线车道啊？这个走了个赛车线，对，走了个赛车线。哇，这边真的我还是要把它拍过来。其实我这个位置能看到一点，不过确实你是个盲区，我看不到。对，我这边是盲区。我如果把头伸到你那边还可以。有没有可能他摄像头在上面，他就很有信心？不过这种有可能不建议大家去冒险，还是这里有个车在掉头，我们就这种减速也是很舒服。基础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好，他让过去了，对，让过去就提速了。哇，你想绕行？你想绕行？但他已经看到那个大巴了，已经看到了。对，老刘还想绕？不行了，我要错了，他对他应该判断那个大巴的车头的方向看错了。你看，不是他刚刚是看到它是斜着的，没有看到它是横着的。对，哇，这套操作真的是纯视觉加端到端的一个味道哇！直接的把那个绕了。对，这里我必须要效率接管了，我不效率接管就要顶死了。哇，这种大巴也是厉害啊！那么窄的路，它也要停进去。人家2把就进去了，还没有后轮转向。老司机啊，来，我们再次启动。NOA 已激活。
激活真的快。您正在干预方向盘。对，因为我刚才激活的时候掰了一下，可以了，好，前面就进入到我们的连续3个90度弯了。上午在这里是有台车干预的，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而且它纯视觉对于这种路线的，它渲染出来的路不一定对，它刚才那个路口就渲染错了，但幸好没影响它。好，这里好，这个减速拐弯这个很好，这个车速控制的很好，很标准啊。但拐过来之后呢，它有这个倾向，就是这种窄路，它尽量走中间。有这个就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他不想靠那些植物啊那些障碍物那么近。有窄路村路，你看它真是走中间。对，我觉得就是训练数据。也有可能。因为走小路有很多人是会走中间路的，确实。上午这里是被其他车影响啊，其实它本身是能拐没问题，而且它有减速，是的，对，它刚才减到20以下，这是没问题的。好，这里就是一个窄路普通行，因为对向没车，所以没问题了。好了，这一段路看一下那个限速有没有变化啊？应该30，对，现在30，但哇65就来了，哇，出来有个车啊，是吧？对头还都有，鬥快搶位，我要不行，我要報他一下。哇，對，這個就測試車的測試版本的原因啊，跟對頭車要都快搶位。不過這個也是可以有個防禦性的優化，確實，對頭都有車來。哦，這個在量產版本上面是有的，肯定是要有的。這個我可以負責任告訴大家，在他們的量產版本落地版本上面肯定會就會減速的。只不過就這個測試版本它的邏輯就是我可以走快，我就盡量走快，就把所有的一些潛在問題都暴露出來。好了，這邊你看它拐彎就是比較保險的，就是有對，這個速度控制得很好，但現在又有點過於保守了，還不繞過去。就是這種前方的慢車跟我們比較近的時候，他就不太願意去變道。對，來的時候有一次也是。對。但早上用激光雷達那個版本就不會滴答就過了。對，那個就很果斷的，所以還是看的遠近的問題。後面的車逼我們了。我那個車也是佔了一半的車道。這個就是導航的問題了。我要先過了，對不對？對對，不是那個導航的路線。沒事，繼續。我們這裡對，所以他剛才想走右邊。他一直為什麼被那個車壓住？就是他想切到右邊車道，右邊走輔道。對對對。好，那現在看一下，我們把導航改過來之後，看一下它繞行會不會果斷一點。我們前方還是慢車來的，其實離慢車已經有距離了。對，但左邊的車，因為現在減了5公里之後，它就加回去。太慢啊！这相对论的啊，在宽的路上面呢，就觉得顶着限速跑是很合理的，甚至你再快一点，对啊，你可以再快一点。但是在那种小路呢，就会觉得哇，顶着限速跑好可怕。好，这边进入到快速路，你看纯视觉这边主路的那些渲染都没有那么及时。对，所以这也能看出来。元荣这套系统它真的是无图的端到端，它就一点鲜艳信息都没有用到。你看它刚才渲染那个地就知道了。其实要城市能力进化，一定要走这个路线。是，给太多鲜艳信息的话，反而会是一种干扰。不过因为元荣它是算法的供应商嘛，那所以它肯定是要把自己那一块做好的，也是一个倾向。对，然后车企落地的时候要不要买高精地图，要不要有更多鲜艳信息，其实要看車企那边他怎么看了。就如果他觉得我宁愿多花点钱，因为鲜艳信息是要花钱的。其實啲屎忽決定好耐嘅。係啊，像百度那些可能就本身做圖商嘛，他可能就倾向於有圖。对对，而且他不单倾向有图，他还倾向重图。但是重图就是不够灵活，是，而且采图的这个成本啊，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嘛。对。好，那现在有个很明显的避让大车的行为，都偏移啊，对，就是刚才是明显靠左的，然后我这里也有啊，
它就会靠左一点，然后看过了这个大车，应该就会走回中间了。啊，前方空出来了，没有机会看到它那种超车绕行，因为现在前方完全空出来了。哦，真的，我桥洞桥洞就降到60了。对对，我以前在广元路啊，我来过野的。广元路各种减速对吧？不是，广元路有一阵子，他就突然把那些跨线桥限速60，就做了一个摄像头在那拍照。哦，我被罚过一次，所以我对于这种变节奏，对，因为你巡航就一定会中。是啊，我以前就会觉得，那你一条城市快速路，你80应该从头到尾都80嘛。对啊。但是被罚过一次才知道，原来跨线桥是可以临时降60的。其实就是一种防御性驾驶，对，逼着你防御性驾驶。但后来可能是因为太多人有意见了，所以因为其实变节奏反而是不安全，哪有人走着走着突然要来一脚？对，你说那种就是回转的进入立交那里降到40，就扎到降速，那还可以理解。但是你一条大直道过个跨线桥就降60，那就真的很难跟随了。好，反正我们过了那个桥洞之后，它又回到80了，好，这里没问题了。好，前面因为有这个大车给压着，我们的车速跟上午一样，也是出匝道被压着。对，被压着，所以现在但这个车速比早上的要它也是有的，也是出了匝道会降，但是它就不会降的太多，降回现在40了，40了，对，慢慢溜了，所以真的挑车道能力啊，或者是选择的趋向，好像也是一样，都是走最左边，然后左拐。对。这里有一个，他已经看他冲不冲？对。3、2、1，停！他停的，他停的。哦，他还提示你接管，停的有点急，因为停的太急，他还提示你接管，倒没问题。没有冲黄灯。所以我觉得它虽然刚才显示的那个交通灯的读秒信息是对的，但可能自驾系统它没有把它考虑进去。是的，它是看到黄灯才开始反应，就要决定停下来的。所以信息的采集它本身是有的，对啊，也看到了，这只是优先级的问题。对，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早期版本还没有把这些更多的信息加进去决策过程里面，是因为比较难，还有什么3秒、2秒，其实在他理解就是个绿灯，对，他没有结合到他当前的这个40的速度能不能过这些太预判性的信息。如果结合起来，刚才应该早一点减速，那就舒服一点。就是预判，他就不见黄河不流泪，看到黄灯或者红灯他才想停，1秒他就觉得应该是能过。不过早上激光雷达版本好像没这个问题，他好像就不会有这种黄灯才去减速，可能刚好没有遇到，这个我们得要回去，大家也可以回去翻看一下这些素材。每次，所以说一个系统我们跑10次，可能结果都是不一样。这就是段位，这就是现在自驾。人开车也一样嘛，你一条路你开10次，这个线是画的不对的，我们的后轮是不是还没过实线呢？真的没过啊，真的没过啊！你还看？不，你看它是跟右边应该是平齐的。对，我们是这里的，它这个线画的不对。还有个办法没有的，这台车是没有的，这是试验车。要我平时的话，就打开那个360透明底盘转一圈，看看那个线在哪里。可能因为它这个线也是根据摄像头去画出来的，那所以可能因为刷新率的关系，或者说拼接的关系啊，这里就搞错了，就先不会看到绕出，对，它对，我要帮他一下，我帮他一下，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太迷惑，有点危险。对，刚才那个太极限了，太极限了，刚才那个拐左也是不大好。人家以为你走错路，你看他都是看到黄灯才有这个减速的机制。对，刚才2.1的时候都没有减速，黄灯突然就来个减速了。所以前一个急刹应该就是卡中了他这个时机。这个阴影是因为对，因为这是测试车，它的那个 SR 的渲染界面现在还没有建那个模型。对，它其实已经知道那是一个工程车。
工程车的那个判断的优先级是要高于别的车辆的，所以会有一个专门的模型。但是因为这种渲染的画面跟它的自驾模型其实是分开两个东西来的，所以它现在是这一套是能用就行，试验车就这样的，试验车所有东西就能用就行，能判断，但是能不能够还原告诉你，对，这是另外一套逻辑，另外一套算法。这个不重要，因为试验车这些东西其实哪怕这里都是一些很简单的线条，对于工程师来说也是说人话就是没关系的。自驾的系统用自驾算力，这个是用座舱的渲染的那个芯片啊、算力啊，是另外一套东西来。对。就给你安心感的交流感，告诉你他看到了。对，所以大家就不要纠结这细节啊。我们还是回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基础的东西。那所以现在买车的话，有激光雷达，那还是至少目前来说啊，还是可以上激光雷达，上激光雷达好一点。或者说，如果一个系统它高配是有激光雷达，低配是纯视觉的，那肯定有激光雷达一定是更好的。除非像特斯拉那种，它就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对，它就是本来原生就没激光雷达的，那它的纯视觉可能表现真不会说太差。对，特斯拉它因为优化的好，所以它纯视觉真的不差。它从头到尾就是坚持耕耘这条路径、这个赛道嘛。你说突然间有个高低配的落差的，我这个又过热了，又过热了，对，没办法，今天太热了，广州已经进入夏天了，绿灯起步也很快啊。而且说起步是比激光雷达版更快。对啊，这个路线的选择啊，可以了，他发现了，他想起来了，想起来要走这边了，没问题，没问题的啊。特斯拉它取消激光雷达还有一个它是刚说完没问题，他跟着那台车冲，他也看到的，我刚才瞄了一眼是有那个，这个就看到红灯了。这个表现跟特斯拉一样，上回特斯拉也是这里也是跟着旁边的车冲的。特斯拉他们取消激光雷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激光雷达的，我先把它有了，可以了，信息啊，不，刷新率，激光雷达的刷新率跟摄像头是不同步的，那所以就它要做快速反应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拖累，对一个信息的干扰滋扰了，多了一层信息要过滤要解读。对他们用了摄像头之后，就是根据摄像头36赫兹的，就每秒36次的这个刷新率，就匹配了它整一个自驾系统，那所以它的反应会更快。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特斯拉的自驾很丝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反应快。是对，看到所有的信息，它不用进行一个什么，这个是因为这个信息的翻译啊，这个它就会其实也没。对，怎么说呢？刚好行人是他是闯，对，他是闯红灯，所以他保持安全距离，然后就确定了他的速度不会侵入到我们，我们就可以安心走了。因为我们刚刚交流一个信息，就是激光雷达本身它是不会看到色彩信息，不会看到信号灯的。但是每一激光雷达版跟有激光雷达版为什么对信号灯的这个识别，包括这个策略会有变化，还是那个切蛋糕算力分配的问题。所以不是说激光雷达可以看到更远，看到红绿灯，它本身是看不到颜色的，只是它的算力分配，它看到更远，它可以提前规划更多的东西，所以走起来的节奏是更顺的。好，这个掉头也是没问题的。好，然后我们的这个自驾刘北的路线跑完了，加餐部分呢？加餐部分他有这个意愿，但是晚了一点，我还是帮他了。每次都是要对准中间那棵树进来是吧？我这里确实是很难的。等一下我们进来之后也可以试一下，走准他脑补的这个线，看看能不能回到我们公司楼下。因为我们早上发现，原来这套系统它是在园区里面，虽然这台车是抑制了那个车位到车位功能啊，我已经在线内了，好，它也脑补了那个，可以了，都激活了。而且园区里面它也是顶着线出来跑，可以夹餐。40，虽然脑补了个线，但是它还是走中间，也没有走中间是因为它应该是发现那个车了，是，没问题了，看到车它就回到右侧，对，個字卡到你傻，不要咁住。那之前我們的那些很多量產版本到這個地方就要退出的了，它就 OK 了。
看它能送到园区的哪个。哇，但是前方的难度很大哦。啊，这里有一个，想怎么走呢？走不走呢？其实入口刚刚是有人在走，倒是没问题。然后他规划了另外一边，而且他避开了那个石墩呢。是的，对。所以就哪怕没有激光雷达，但是凭摄像头对于这种就是中低速静止温，对于这种不是很大的尺寸的物体，它还是能判断的。近距离的感知啊，博弈啊，这都其实挺丝滑的，挺厉害的。全视觉走这种园区路真的是没什么问题哦。你看还能提前规划绕行这个临停的，过了。但这个速度确实有点快啊！还没看到那个减速带，所以直接冲了。小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最后这个能不能拐呢？我感觉他拐不过去了，过去了，退出了，拜拜，直接退出了。飞渣吗，师傅？因为这个真的是超纲了。然后这个测试版还没有后视摄像头，看你了，老司机。幸亏我学车的时候就是啥都没有的。好了，回到我们的终点了。今天呢，就真的是完全是尝鲜的。对，就是全网我哋望。对，都把那个 cam， 我们就是全网手势就测一下，摸一下圆融的这一套纯视觉系统的底。但真的这是一个很超前的一个预览版本。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很好的体验跟学习的机会。确实就知道了激光雷达到底作用是什么，实际的表现跟体验会差在哪里。因为理论大家都会说，哎呀，你看摄像头像素很多啦，现在布局那么多不差啦，但实际会不会差呢？实际差在哪里？具体是差在哪里？我们都是实测告诉你们，都是一镜到底的。所以记得点关注，记得一键3连啦。还有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撩更多的测试车，撩更多的版本回来给你们试，给你们看。好吧，今天就先到这里了。这个车要还给人家继续做开发、做测试了。对，他们还要做测试，我们在测试过程当中把这抢过来的。所以以后能不能用到更好的圆融、更好的支架了，就交给他们继续加油吧。好，今天就这样，拜拜。